这边参加第2周的那个展现台湾社会力第3部门的延续与创新系列讲座第2场。那我们今天邀请到2位来宾哦，那第1位是洪任老师，那第2位是鼎元。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草根知识在地行动啦。那这一章是在我们这本书里面的第13章。那跟我们上一个礼拜的主题相比，其实这个礼拜的主题刚好是一个对比啦。因为我们上礼拜讨论的是劳工运动，是劳动权的这一部分。那我们开始由一个抽象的普世价值进入到一个地方跟社区。那我们由纯粹的一个就是纯粹的倡议或者是抗争，进入到一个政府跟民间之间的一个细致的互动过程。那我们就可以从这个去思考，就是一个有历史的社会福利网络是怎么形成的。同时，这个社会福利网络在进入到一个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跟国家进行一个互动？那跟殖民统治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这个是今天我们可能会进入到一个比较有趣的讨论。那同时，为什么也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今天邀请到鼎元，因为我今天洪任老师可能大家都很熟悉。那鼎元是我一个朋友，那我们认识应该也好几年了，6、7年这样子。那他在台南经营一个地方叫米家，就是以前台语就叫米家，就是碾米厂改建的一个艺文空间。那他那个地方给了我一些灵感，所以我们后来做后门咖啡的时候，其实也是有在想象，就是有没有可能达到它那样的功能这样子。那米家跟后门一个很大的不同是，米家是一个就是非常在地化的一个空间，它让本来跟那个南艺大校园内的学生，跟校园外的社区，透过一个米家的存在，可以产生一个互联的可能。这个是我觉得我对那个空间非常的就是赞赏的地方，这样子。好，那我们等一下的一点时间呢，就希望就是老师跟鼎元可以各自用一个研究者，同时也是一个实作者的一个身份，或许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也许我自己的问题啦，就是说有这个研究动机啦，或者说这个过程跟有没有之间有些分享跟期待的。好，那我们就一起用掌声先欢迎洪任老师。各位晚安。那谈这个题目是第2次，上一次是在成品放了多久之前？2个月前，4月。那一次呢，可能与会其他的几位朋友，他们还蛮尽兴的，所以我的嘉义行善团可能比较短一点就结束。那可能这个原因，所以巨流的朋友们就想我再来谈一次。刚没有请问说我要讲多久？现在1个小时。那对，是这个原因。然后另外一个是因为他们第2次约在后门咖啡。那一看到后门咖啡，我就没有抗拒的能力，就说好吧，就来。那刚有点不好意思，稍微塞车，所以一点点。这个研究题目呢，各位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点熟悉，又没有完全了解就是嘉义行善团这个我们3不5时会在电视上看到的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团体。那很多年前我还在南部的大学任教的时候，那时候嘉义县政府文化处那边他们要重修嘉义的历史、嘉义县史，那我处理到了社会史的部分。那因为那个社会史的处理，就让我跟行善团这一群朋友有了一个有趣的一个交汇。我第一次带着2、3位助理，到嘉义行善团的他们的在嘉义市的总部去跟他们做第1次拜访的时候，哇，那次访谈谈得还蛮久的，大概2个多小时。但是回来以后，我的助理就觉得很痛苦，说哇，他们讲的东西很复杂嘞，有一些东西抓不太住，在讲什么这样那后来我就稍微顺了一下，看了一下谈出来的东西，发现哇不得了！我们原先把它当作是一个比较在地本土化的一个社会福利团体这样来看而已。他没想到去访谈的时候，其实他夹杂了
大概一半以上在谈所谓的造桥技术这一部分那谈的术语又非常在地，因为他们大部分都是如果以学历来讲，大概都是高职到国中左右这样的学历，但是受访的时候，他们大概50几岁的人了。那所以他用很道地的在说几吨冷康类似这样子的一些东西那个九笋楼水最笋就是一大堆他们的术语。那我们助理这样谈着谈着就觉得说，很难谈，但是我看了就很高兴，发现说，原来他们是特别想要透露出这里面有一套他们很自豪的。那这个故事呢，也就构成了我以一个比较学术研究的方式写的第一篇论文，叫专家系统下的地方知识。那篇论文是比较探讨它的整个所谓地方知识构成一种在地技术的传承，它是可以抓出什么特性？那借由这个案例，也让我多年一直在关心的一个在地性、地方性里面的一环就是地方的知识、伦理、美学这其中这一环知识的这一环有了一个很明确、很强烈的一个定位。那因为早些年我在屏东林边乡黑珍珠之乡做研究调查的时候，当时候比较能够看到的是一个不起眼的一个农业，怎么经过30年一个社区社会的集体历程里面，把莲雾变成黑珍珠，那也产生了一整套不是随便一个人去到那边可以把它拿走的知识。我会说它是铭刻在身体、镶嵌在地方的知识这部分可能待会也许顶人会有一些更好的例子还可以来补充就是说有一些集体发展的知识它要铭刻在身体，所以它就不是你可以用一个把它条列化、手册化、公式化的东西就把它带走，你就带不走，除非你把那个人带过去，除非你把那个种莲雾的师傅挖角过去港南岛，挖角过去广东、福建那能不能被挖角？除非他在这边待不下去，才有可能被挖角。那当时候一个从农业的一个特殊领域里面不把它当作单纯的农业，而把它当作一个技术场域。那到后来一直在想说，如果我能再看到一些工程的场域或者制造业的场域那就会更明确可以看到这整个所谓地方知识。好，那嘉义行善团呢很巧就让我看到这样一个精彩的例子。那是第一篇文章就是写专家系统下的地方知识，那找出地方知识的几个特性，包含在地包含常识准则、在地分类、默会技能等等。等一下我会借由这个例子再说一下。接着呢我做这个研究那可能其他人以往在碰这个议题的时候，比较不是从这些面向进来，所以呢就在巨流要编这本书的时候，那好巧不巧就被那个主编夏清华老师他就说希望我能够来再写一篇历史的素材。那这篇历史的素材呢，待会我给各位看的第一页各位一定要仔细看它里面的东西，很有趣第一次看到的时候，真的觉得说，我很幸运的，我看到一个活生生的历史，那可以解开我很多疑惑，就是说所谓的一个我们跟在西方这种比较所谓现代性，它是自发的现代性的这样的一个国家的后面所以我们这样东亚的这种东亚现代性的国家，那现代性进来的方式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个转变那个错接柔和是怎么一回事？好，第一张给各位看，不知道看得清楚看不清楚？这边看得到吗？稍微有一点，好吧，那我只好代课念一下这是这个嘉义行善团正式登记为行善团之前他们是一个其实就是一个非正式的组织。这个非正式组织呢，跟嘉义最有名的庙宇，各位不知道有没有嘉义这一带的朋友？嘉义市最有名的城隍庙有一点关系。那
一开始的时候是几位朋友，他们就找在一起里面有公务员、牙医师，有猪肉摊的老板等等这样，主要有7位7位这些当时候可能是30-40岁的这些朋友，他们就找在一起，他们就说他们要做一些事情，做这些事情呢要神明认可，上天欢喜那所以他们就选定了一个事情同步的在进行，就在1969年的前后那几年，已经58年了，1969年前后那几年的时候，他们就找在一起呢，选定了几个事情一开始是简单的去路面补路，那接着就开始想说，应该有一些桥梁一些桥梁他们可以造桥铺路，可以造福人群另外呢，对庙的事情不遗余力待会我们看到第2页的时候会看到他们集合大家的力量去修城隍庙的铜钟，因为铜钟有裂缝破裂了这样子。那我很喜欢他们写的那个前言，这里洪章你看得出它上面写什么，还是都糊掉了？看不太到，因为我的档案跟 Apple 的不太像了。好，那每一次他们要写这样的一个他们叫做本表的表文都要写说历史悠久，领显全台历史悠久，领显全台，万民受其庇佑之全天上帝之城隍爷公之谁然后接着就一大群人说民等我们这些人民因为久受神明的庇佑，那北极玄天上帝各位看到这上面有一个北极玄天上帝仁慈爱民护民而受其佑者不计其数无论何民都感戴那没有办法回报神明上天，所以就纠集大家，那凑了这里是几万？5万看不太清楚多少钱这样子。接着呢非常有趣，是用家户，每一户197户，每一户都把他的谁乐捐者，然后生者、往生者，比如说他的祖先往生者一起都记下来。那看到这样的史料，我就非常高兴是因为第一篇文章出来之后，那早期的行善团里面一位国中老师他就说我在处理历史部分还没有到他们最道地、最原始那个状态，就是把一大堆的资料一次寄给我，那就看到了原来是这样一个过程难怪。到后来我们一直以为说有一位叫何明德先生那已经到中期的阶段了。那早期他们是这样组成一个团体。那一开始选的桥呢，并不是显著的或者大量的这个人流车流的桥梁，他选的是庙前面的桥梁就是说庙可能筑在一个山丘旁，那前面有一条那种山沟型的那种河流。那到大雨来的时候有一些桥会被冲断，所以他们就纠集大家就去建那样的桥。那非常好玩，这样的本表里面他会把所有的细节都记下来，包含说买了哪些材料牵线然后什么铁杆，然后什么这些东西一大堆那全部写下来。那哪些人用哪些技术怎么分工，怎么去处理，全部都把它弄上来。然后呢，197份没有一个人能够漏掉。那接着这是他的底稿，接着他就誊在一个我们常常在看见台湾的庙宇那种黄色的宣纸那种上面，很沉静的大家一起把那张纸烧上去。那各位在这样的一个故事里面，你会感受到什么？觉得这群人跟神明跟超自然之间好像那种亲近性，不是我们当代的感觉我们以前看亚英对白那种感觉，他们说就是反正求福报被拜但是在它的核心里面有这种东西就是说他很密切的知道有一位高于他的神明，而这神明是护佑着这个乡里的。那为了让这个乡里能够
能够平安和尽平安，或者我们现在说法叫做永续这个社区乡里能够永续存续下去。所以呢，他们就很慎重用这样的东西誊写，然后把它分叉上去。那这个东西延续10几20年，一直都是这样。那接着在一个过程里面，他遇到了一次当他们开始造到第13条桥左右就遇到了一个问题。那各位知道说1969年，民国58年那样时候的台湾社会还有什么特性？就是还在军事戒严的时期，对不对？那军事戒严的时期呢，我们各位可以想见，就是说很多以前海岸线也都是很多驻哨很多的哨兵在那边山上维持。那桥梁呢是戒严时期一个重要的管控的一个机制它怎么可以让你随便有一条桥还是没一条桥？那非常有趣的事情并不如你表面看到说威权治理，所以什么事情都不行，不对就是这个缝隙里面冒出了这群人，他去帮忙造的桥是在比较浅山进去，还不到深山的地带，浅山地带的这些居住的人民。那当时候呢，到现在都还一样就是南部的一个县市预算跟北部的落差，或者跟都会化地方的落差，所以呢，虽然是威权时期，那这种事情也不是马上就引起举例啦，还是说整个不行。在到第13条桥左右的时候，就开始被报道，地方的报纸开始报道说，哇，有一群当时都很年轻20-30岁的这些年轻人们自己骑着摩托车，然后就往比如说嘉义的竹崎的某一个浅山的山边，那些地方现在都是种茶的地方。那种茶的地方你就知道说至少海拔800公尺以上大概是那些地方。那骑着摩托车去，然后有刚讲的国中老师啊，有什么牙科医师等一大堆这样进去，然后他们宣称一定自己带着便当自己家里带了便当，然后就在那边开始买材料进来，然后开始去做。好，那有一个问题来了就是说，好了，这群人很热心，可是这群人是国中的美劳老师，是牙科医师对，我在阳明大学部在带他们的时候，一问到说这是一个技术问题的时候，那底下都会笑成一团。他们说技术问题很重要尤其是牙医系的，就是说技术那个很多的那种很多的重要的那些结构啦等等一些问题这样子可是问题，你说牙医师就会造桥吗？我想应该两回事吧。国中美劳老师会造桥吗？也不是所以这中间我们会产生一个问题是说，万一他造的桥是不对的，是很容易被大水一来就冲走的，哇，那他想要让人们能够借由这个走过这个桥梁，还有安全，然后比较便利的这个交通，结果这个目的还没达成就桥产生危险，那这样就有问题。那如果以当代的想法来设想，是说，那万一它是一个废弃物清理法里面管理的就是一个这个违建还是废弃物乱堆那就表示说这个桥能够被认可，一定有它的技术跟社会机制在里面我说技术跟社会两者都要，也就是说。这个技术在某个意义上可以透过其中某些人物的角色而被初步的认可以后，社会的因素就是说，比如说我这个地方竹崎乡里面的某一个村的村长，几个村的村长连接起来，就是说我们乡长你没办法争取到县的预算、中央的预算，所以我们一定要有桥，不然现在每次都用简便的桥，那雨季一来就完蛋了。现在有一群人他会造桥那请你去把他们找来所以刚刚讲的技术跟社会的这个机制连在一起了好，那我们接着继续看，这是好几个团体公认的第一条桥叫惠生桥一样历史悠久，领显全台岛及地球上嘉义城隍爷公仁慈爱民护民，而受其佑者不计其数。
无论何名，感戴上天之德。这是什么？名于五府之内，永不忘矣。然后知城隍庙内，红中破裂已久，以至美硕望。其实就是很文言的那一群人写出这样的一个表文。所以你看到他除了补路造桥，他也去修红中。一开始这些事都是交缠在一起。那接着看到这个是开始被媒体报道，在上面是写60几，看得到吗？好，大概1973年节省拜拜费用，利用新年假期，家事百余善事出桥出力，在沙坑溪建钢筋大桥，附近村民加入。1959到1973这10多年之内，那已经开始变成是这样的一个规模。那用一个第一个时期的造桥的工法，就是他们叫石覆梁桥，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种桥梁的工法。好，那接着一个争议出现了，在这是1976年，哇，这个争议非常有趣也就是说，我们以为说一路地方上都很赞同，并不是它的第一次的一个争议就在这边。行善堂默默行善也是问题，造桥易行诚可通，公共安全莫忽视，出钱出力要买米，技术问题待切磋有一点点文言，但是各位知道什么意思吗？就是说那群人写在那个表文上面，给上天说我们出多少钱，出多少力，但是只有上天跟我知道，别人不要知道别人知道就表示我为善要人家知道，那这样就没有记在上天。所以呢，他们做这些事，他买米，引进买米，就是没有人愿意说这是我做的，没有人愿意。各位可以理解那个意思吗？就是说我一定要为善，不欲人知，这个才是对神明的一个最大的敬意那结果呢？当时候的嘉义县的土木课课长，他就很头痛。他说，在几个月前，上级派员来查核嘉义县有多少桥梁，就冒出了条他根本不知道。那各位在想戒严时期那你在那边乱造桥，那造一造那接着他说要去找是谁不行，因为大家都买米，都说不是我所以那。接着这个科长就说：“那我要质疑你们的技术问题，你们的结构有没有问题你们用的材料有没有问题？你们整个桥梁设计过水性等等有没有问题？”他就这样一直质疑出来。那当天的几份报道就出现了，行善堂默然行善，县政府忧心忡忡。只有一天这样的新闻，只能一天，因为第二天就被大家。围剿就是其他的几份报纸就开始说默默造桥，工程图说这是一个术语，就是说他们的工程这个绘图那个结构图啦、配筋图、钢筋的配筋图等等这些图说，平地风波，行善堂不甘一片余尘被抹煞，诚信工程师昨天出面说其实都有工程组。那这个诚信工程师后来就叫陈何明德那这也是台湾的一个比较复杂的事情。比如说他小时候过继给他的爸爸过继给姓陈的所以他一直叫陈明德。那到爸爸那一代整个过往过后，他才去回来，因为我们父系社会的一个特性，他就回来认祖归宗，叫何明德所以早期说诚信工程师，所以1976年这个事情，让这位诚信工程师后来的所谓的何明德这个后来以这样的一个这一位人物为代表的这个工程师出现。那他到底是什么工程师？他生于大正11年。大正11年，那大正11年是几年？19
多少？1922左右了啊。好，那大正11年啊，1922左右。那第32，122，那1922有什么意思？好，我们在前几年一直风靡台湾史的那个各种影片的时候，其实会知道，就是1895日本人来了，然后1925左右，整个日本人要开始把台湾当作日本的延伸，皇民化等等这些，所以这样子一想起来，1922的他其实就是生在要做日本人的那个年代出来的。那的确也是这样。那后来我在看那个麦格赛赛他的提名啊，那个一个英文的文献啊，就是麦格赛赛那个第三部门的各种人物得奖提名理由里面，他就讲一段啊，受访他对外国记者他比较愿意讲，他就说他日治时期在嘉义的工学校念完之后，嘉义民雄附近的工学校念完之后，在念完高等科的老师其中一位日本老师就直接跟他讲说，成为一个工程师，将来在台湾前途无量。各位想说，这种话在高等科其实就是国中部了，就现在来讲国中部，你直接跟他讲。你不要只是想其他的方式，有一条路现在整个台湾需要工程人员。那当时候的氛围是什么？是发田雨衣那个总